张大铁是懂女人的，他不但是一个妇女之友，他还可以替妇女整治外国人。这个年过去了，温蒂他们一家在中国过了个年，都胖了6到8斤，我瘦了4斤，我纯是饿的，因为我吃不着饭。我家的这几个外国人吃饭转桌，那是绝对不会看别人的，他们想吃啥，他不管你这边是给孩子夹面条呢，你还是倒茶水呢，油加一下就给你转走。大胖媳妇也这样，那天吃饭我连着好几次想夹点啥，都被他转走了。周围有人，我也没好意思跟他喊，我就自己嘟囔一句，我说转转转，我看你像转猪。大胖媳妇完全看不出来我不乐意了，但张大铁听见我嘟囔，他是操心病啊，于是一直在旁边努力提醒他爸。刚开始是白楞他爸，他爸也没看着，然后啊，给张大铁急的，居然跟他爸假咳嗽。好吗？我都震惊了，我不知道他搁哪学的，但还是没用。张大铁怒了，终于把我的话给他爸递过去了。转转，我带你转转转转。天啊，我看你像转子。哎呀妈呀，不光暖他妈，他还可会哄别的脆弱女性了呢。那天我同事失恋了，男朋友好像是出轨把她给甩了，他就搁这哭，现在已经哭了半小时了，咋的劝不好。哎，你看那是谁？你看，我给你看啊，我给你给镜头转过去。哎，我怎么看着我小孩拔香根呢？过来吧。别哭了，拿铁，我分手了。阿姨伤心了，因为那个叔叔他伤害了阿姨。他伤害了你，他伤害了我。你伤害他呀，伤害他呀，不要让别人伤害你，好吗？你喜欢那个叔叔吗？喜欢呀。我认识好多老多的叔叔啊！我爸爸那个健身房好多叔叔，他们是这样的。哎，不对，是这样的。喜欢吗？喜欢吗？我就问我同事，我说你就说你喜欢张大铁这样的不？你就真实表达。我到33岁了，活得比以前真实，能量来源除了我自己的经历，还有孩子们。这个世界能和拿铁一样懂女孩的，那就是 SK2 神仙水，超90%的高效抗老成分 Pitera， 加速肌肤新陈代谢，能量增长，肌肤更显年轻，给我坦白面对岁月的底气。然后张大铁让我最震惊的一件事啊，就是温迪走之前，有一天我带着他们所有人去酒店办入住，我一个人搁这个前台给他们所有人办入住，然后有护照名错的，有日期错的，就特别费劲。我呢像个导游似的，搁那急得满脑袋是汗，完这一家人就都搁这围着我看着我傻看。我就教育了一番大胖媳妇儿，我说你能不能主动的帮帮我？就是我对好男人的要求他并不高，我不求你多帅多有钱，你就自发的有一点责任感，你就是好男人 OK。 当时张大铁就搁我旁边玩呢，我都没想到他居然听着了。第二天我带张大铁上飞机，俺俩坐一起，飞机快降落的时候就特别颠簸，我就特别怕他从座上颠下来。张大铁看我紧张呢，他伸出他的小胳膊挡着我，说妈妈你别怕，我保护你。我当时可感动了，我说啊，你为什么可以保护我呀？因为你是个超人，对不对？然后张大铁给我的回答是，不是超人，是一个好男人，是一个好男人。俺家早达上的钢琴班黄了，报的课时费学校不给退。现在大胖媳妇已经带着张大铁介入，结局如何就看铁哥了。昨天早达的老师在家长群，有我还有大胖媳妇一起的一个群里说，很抱歉，我们的钢琴班黄了。大胖媳妇说 Oh, I'm so sorry。那我的钱呢？老师说退款恐怕是会很难，因为学校已经黄了。我听完，我这边正想码一个小作文给他发过去，就控诉一下他们学校多不合理。大胖媳妇1秒没等，直接发过去了。I don't care you become yellow。我交的课时费赶紧还我。老师说这样，学校做出了3种选择，你们可以选。第一种，改成老师上门授课。大胖媳妇说啊，那好像也行。老师说好的，但是我们授课老师不携带钢琴哦，需要家长这边自备呢。哭。钢琴课还剩2100，买个钢琴得4万。老师说还有第2种，我们家长可以选择在我们学校的其他连锁店继续学习。大胖媳妇说连锁店在哪儿啊？别太远就行。老师说为我们查了一下，最近的连锁校区在海淀，距离上的确是有点远。哭。大胖媳妇跟我说这方案都不行。老师说那我们还有最后一种方案，可以把钢琴课兑换成别的课。我们的连锁店不只有钢琴课，还有也许更适合你们家宝宝的其他课程。呲牙笑。大胖媳妇说啥呀？老师说英语启蒙，英语启蒙。我们的外教是澳大利亚人，可以在孩子语言启蒙的过程中还孩子一个沉浸式的英语环境。抱。大胖媳妇说在澳达的英语启蒙难道不是我亲戚的吗？为什么要找澳大利亚外教啊？你们中国有句话叫啥来着？脱了屁放裤子，形容一个人百废二便士，狗头。老师说很抱歉，那就没有其他的方案了。大胖媳妇突然灵机一动问人家，你这卡能转让不？老师说可以。其实就是只要不退钱他们都可以。大胖媳妇说那行，在澳达不需要学英语，但是我们家倒是有一个需要学英语。
这事儿放以前我都会闹心，现在我觉得那就陪孩子去呗，陪孩子们一起幼稚是我做的最成熟的事儿。我跟拿铁一样，俺们就一起看奥特曼，陪他在去学英语的路上学会勇敢。我们分享奥特曼联名版 QQ 星，揉揉小肚子，甄选优质奶源，富含膳食纤维，跟随光的力量，新年茁壮成长。把拿铁送去上课了，我回来就问他，我说换课上这事儿你咋这么轻易就答应了呢？大胖媳妇信誓旦旦的跟我秀了一波他的商业逻辑。你看敌方的逻辑是什么？他们的钢琴班耶喽了，但是英语班没耶喽，所以就不退钱，对吧？我说对，他说张拿铁去这个英语班之后，英语班也得耶喽。如果英语课也耶喽了，那退钱的难题是不是 KO 了？这个事儿你就说你对咱儿子有没有信心？有没有信心？有没有信心？要。有没有信心？有没有态度？有没有勇气？你知道我们要去干啥吗？不知道。我的婆婆温迪来了一趟中国，进货一箱子小商品回去卖，本来想靠这个发家，结果砸得一塌糊涂。第一个出问题的就是大金表，当时温迪在成都荷花石批发市场一口气批了4块大金表，一共80。他当时放的话，今天批发小癫狂，明天北美3套房。结果回加拿大，温迪就把他老板的儿子叫到家里来推销，说什么这是代工厂大牌同款、联名款、限量款，批发市场学的销售话术全学会了。结果老板家少爷拿着表鼓捣3分钟说：“你可拉倒吧，这表2月份还有31号呢，2月份还有31号呢。”这波表砸手里了，又卖上旅游纪念品了。上个月去雍和宫，一人可以免费拿1把香，温迪来回走了3趟，拿了3把，甚至把早达的香也骗走了，带回了加拿大。回去就开始琢磨怎么把这个香卖出去，一根一根卖，薄利多销。结果呢，这加拿大人也不知道买回去干啥用的，这玩意儿呢不买。温迪也挺拼，告人家这个叫 Chinese candle， 哎，你可以把它当成生日蜡烛，冲着它许出来的愿比洋蜡还要灵。结果正赶上尼寇的老姑奶10年了，第一次拜访他家，正赶上人83岁生日。温迪现场就要给老太太拿香过生日，一方面是说清一清库存，另一方面就是给潜在用户打个样，把好评传出去。生日这就过上了，到了大寿的关键时刻点蜡烛，蜡烛都折了。温迪说折就对了，这样更环保。这个香什么特点？就是你说它代表1岁，哎可以，你想让它代表更多岁也可以。你看看现在1岁，看哎变2岁了，2岁哎变4岁了，岁数随便掰，寿命 DIY。结果把蛋糕推上的时候，生日歌一起，屋里灯一关，黢黑一片，几个小亮点要灭不灭，忽明忽暗。这83高寿过的那叫一个风烛残年呐，风烛残年呐。温迪依然坚持，他虽然没有点亮房间，但他点亮的是梦想。然后大伙就吹这个 Chinese candle，他点不亮，他吹不灭，越吹越旺，越吹越红。而且这蜡烛量大呀，一蛋糕跟插秧似的。老太太吹蜡烛的时候还83呢，一炷香的功夫吹完84了，再吹这有可能就人生最后一个蛋糕了，人生最后一个蛋糕。温迪挺苦恼，我说温迪你先别急，你带的东西它不好卖，你下次带点美妆护肤类的，带点我老用的国货珀莱雅红宝石面霜3.0，他家口碑特别好，用的还是淡纹更快的环肽，我用的就是清润版，水水润润的很温和，这胶原一重生，脸可不就看着饱满年轻吗？最后一个翻车的是温迪卖的搓澡巾，温迪卖搓澡巾前期销售还是成功的，因为有需求，成功卖出去好几个。温迪都飘了，说未来的加拿大人手1块搓澡巾，加拿大就是巾帼，他就是巾帼英语，巾帼英语。但售后出了问题，他光告人家往死搓，就使劲往死搓，然后皮肤就焕然新生。但他没跟人说得先沾湿，对方那也挺要强啊，回家那真往死搓，滴水未沾，汗搓，皮肤没有新生，皮肤牺牲，搓没了。人家现在要求索赔，一共买了他3搓澡巾，现在要斤斤计较，斤斤计较。